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扛不住了，神香如粉豆瓣开场评分 5.6， 网友却直呼高分。沉香如屑已经全部播出，该剧迎来豆瓣评分，没想到一部热度如此之高的剧，开场评分居然落伍了。这个成绩似乎出乎球迷的意料。杨紫自成一体的锦鲤身体失败了吗？这部剧评分这么低的原因是什么？杨紫的粉丝们被这个结果心碎了，觉得小猴子被这部剧拖累了。陈如渣是根据小说改编的，应援原本是小说中的男二，但剧中却成了男一。男二在开播前就登顶的剧情引起了网友的热议，原著迷们对这样的结局更是不满，所以魔改有点给这部剧吃亏了。开始，公司力挽狂澜，强行接档节目，明知该剧与很多神仙剧非常相似，口碑会跌，只能接档节目。豆瓣开场后，杨紫的粉丝们都心碎了，他认为是水军故意黑杨紫，毕竟这部剧演5星的人很少，基本都是1星2星。实际情况是，这部剧其实还不错，古装演员都在线，只是剧情有点审美疲劳。毕竟杨紫和程毅在香蜜和琉璃之前有过2部剧，而沉香如粉的剧情也差不多，所以很容易让人串起来。这与演员本身无关，主要是因为这就是这些天所有不朽的戏剧的发展方向。再加上《光明的明天》和《苍兰之谜》的播出，三者的对比就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。该剧也以 7.6 的豆瓣收视率收官，让人对杨紫的新剧真的很失望。苍兰之再次成为一匹闯入市场的黑马，收视率和口碑都超过了香粉。尽管神香如粉评分失败，但仍有不少网友觉得评分很高。你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分数吗？真的有那么糟糕吗？下一集马上就要播出了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，看看能不能挽回上一集的名声。02，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看一下电影的最新版本。我想说，肖战是当今娱乐圈的一个独特现象，我想没有人会太不同意。纵观整个娱乐圈，能够长期站在流顶，保持无限热度的，只有肖战了。虽然我非常不愿意用顶流这个词来形容我最喜欢的人，但正如标题所说，这就是客观存在。从来没有人能够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统一饭圈的审美。不得不说，肖的五官可以用360度无死角来形容，无论是骨骼还是皮肤都没有瑕疵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脸符合中国大众的主流审美，而这张脸背后所散发出的谦逊、温柔、沉着、坦荡、坚韧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因此，肖战是少有的深受奶奶和女孩子喜爱的年轻演员之一，这让饭圈第一次达到了统一审美。公司的纪委和娱乐圈一样，只是黑粉剪不了黑料。众所周知，2020年的数字事件让肖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，无论好坏，他都无奈地暴露在网络的各个角落，无处可逃。一阵黑客，一波网络暴力狂潮，一波竞争者趁热偷。从事发当日到现在，寻黑从未停止。即便如此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仍然没有在肖战身上发现任何所谓的实质性黑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应该明白，肖战根本就没有黑材料，他怕什么呢？所以今天网上造谣的人还是很多，他们就在身边。肖战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，为净化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尽一份力。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对所有的热搜、榜上和数据负责。对于那些经常质疑肖战买热搜、做榜单、做数据、蹭人气的黑子们，我真的觉得很可笑。这个肖战，他的一举一动、一件大事都能引发各个平台上热搜的产生，还需要做数据？恐怕连黑他的人都不相信。目前的现状是，肖战和他的工作室都很低调，除了相关的代言人和作品宣传外，尽可能不做任何宣传，更不要说那些没有节奏感的擦边球了。因为只有经历过某些经历的人，才会更加珍惜好好工作的机会，才会竭力保护这种和平。但即便如此，各大平台、各大榜单、各种活动、各种数据都离不开肖战2字，似乎只有这2个字出现，人们才会关注。所以
一直以来都是热搜需要肖战，而不是肖战需要买热搜，这才是底层的本质。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，顶层流只是一个代名词，它永远不可能只是一个名字，而肖战已经成为这个长期的名字。娱乐圈从来都不缺新人，更不缺红人。俗话说，没有永远的名人，只有永远的顶尖。说白了，顶级流只是一个代名词，是一种轮流坐庄的局面，而肖战却打破了这种局面。在他看来，顶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正因为如此，肖战成了所有明星的公敌。所以，我今天说的是别人不敢说的大实话。比如说，蛋糕那么大，你一个人拥有，别人吃什么？你吃了大半，大家都饿了，不如都冲上去杀了你，然后再平分蛋糕。肖战现在面临的情况是，为粉丝感到光荣，为自己感到尴尬。这就需要更多的优秀作品来继续说服观众，让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光芒。因此，肖战如此渴望低调，以便继续蛰伏，继续沉淀，继续贡献优秀作品。追求粉丝是没有用的，膨胀的地位是很危险的。踏踏实实的把握每一个工作机会才是最安全的。肖战需要这样的安全。我想，真正喜欢他的粉丝也应该给他这样的安全感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娱乐圈10年内很难出现一个肖战。让我们珍惜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，让他有更多独立自由的空间，走得更好更远。03，杨紫有不朽的侠义精神吗？诚意挺帅的。一想到杨紫就是《家有儿女》中夏雪的温柔可爱，完全不可能把她和神仙女主联系起来。但人总会长大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杨紫也成长为一个有女人味的女演员。由她主演的电视剧《沉香如粉》完美诠释了她的演技。说实话，杨紫的演技肯定是进步了，但要达到人人都能认出的境界，还没有到。她演的严丹这个角色不是很好。作为一部普通的童话剧，算是够演技了，在合格的范围内。作为一部苦涩的剧，虐恋的情节对于杨紫这张婴儿肥的脸有点格格不入，再加上很难将她与她固有形象的凄凉悲惨的女主角形象联系起来。这个角色其实并不适合她，因为虽然说严丹这个角色很调皮，更适合杨紫的气质，但那种悲伤、心酸、仇恨真的不适合她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，对于杨紫作为演员没有任何污蔑。这部剧最出众的地方应该就是男主程毅的帅气，让这部电影的颜值更上一层楼，更不用说这部剧的剧情，他的颜值也是值得一看的。剧情框架乏善可陈，人物表演被掩盖。这部戏剧的情节与大多数童话故事相似，主要是虐恋加上男主变黑的结合，腹黑宫斗的剧情。乍一看就是仙侠系列小说中的名词，如帝王、帝王、仙师等。这样的剧情很容易让人觉得累，没什么新鲜的，完全是工业化的仙侠剧剧本。人物全是蒙面的，表面没有人物刻画，剧情推进没有任何解释，逻辑非常欠缺。一开始杨紫是演掉下悬崖的严丹，讲了一个很诗意又莫名其妙的一句话，仿佛被英雄难过，然后跳崖什么的。一开始是召开瑶池大会，然后就爆发了，吵架的原因很混乱，是一位魔界代表与仙界统帅火度元帅发生了争执，最终闹翻了。然后他们会抢夺四叶函里的宝物。这是什么剧情，并没有说明魔仙之间的仇恨是从一开始就开始的，而这只是一个笑话，一个讽刺的笑话，激怒了恶魔。这也是非常不现实的。如果魔族打算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怎么会这么容易被激怒？为什么不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或周密的计划来执行他的阴谋？相反，他们用这种非常情绪化的行为来暴露他们的行为。还有，特效很垃圾，看起来也不是很高级。好美啊，每一帧都可以截图，狗屎，每一帧都像狗屎。最难看的是，妖精威克这个角色的演员长得不是很好，而且似乎在后续的剧情中，他是主要的反派来扮演主角。反派也需要好看的，你可以好好看看，没关系，这种好看的颜值当反派的女主实在是太不专业了。
看电视剧不需要很高的水平，至少需要吸睛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